我都觉得好像永远都是备胎的感觉，就心情不是很好，就一直努力就想要为他付出，可是他都觉得我好像给大家都一样。他开始讲一些就是跟我出去看一次电影的感动，整个超过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1年多的感觉。上天双子，你干嘛？跟某一个人一样。那谁啊？谁啊？就跟观众讲啊。你给我自己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那些年我们遇到了渣男的故事。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杰西跟多拉女神。多拉没什么恋爱经验，所以她今天来当评审。我总觉得她讲好像不太对。多拉这是来听我们的。她是仙女，不谈恋爱的。我之前有跟一个暧昧对象，他住在外县市，有时候会来台北玩，然后就会跟我说哦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在视讯聊天的时候，就知道他周末要来台北，可能来玩之类的，然后就会说哦，我上去会再跟你说。结果他到了周末都没跟我说，然后我想说他到底怎么会不见？手机没电吧？会不会？我觉得不是，怎么会手机没电？一整天都没电也不对吧？而且他也可以提早说啊。后来我想说他到底在哪里，我就问了他身边的朋友，我想知道他到底在哪里。然后后来知道他在某一间酒吧，我就去那间酒吧，有点赌他的感觉。你是说询问之下，他真的有来台北，但他没有告诉你，而且他还去酒吧？他消失，对，他去酒吧玩。天哪！然后我还真的遇到他。在此之前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一定要把事情都弄到完，才敢去酒吧或是之类的玩。哦，你先把对，我工作弄到好，所以我已经很期待很久了。去那边之后呢，就遇到他，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哎呦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好巧哦。然后更生气的是，他就会扭曲我，他说哦，你是很常来这边酒吧来玩，可他其实知道我其实平常都不喜欢去酒吧、夜店之类的人。然后我觉得他在扭曲我，就觉得心情很不舒服。可是他有说他要来台北是要找你吗？他没有说，他只说他要来。那就对了。他要来台北，他又不一定要找你，他可是他有说他会跟我说。我记得点就是他为什么还要再扭曲我说，哎，你怎么哦，你唱开红楼这种感觉？不是啊，他知道吗？确定他知道你本来他故意扭曲我。后来有跟我说他其实很喜欢我，然后好像我给别人都一样，他就当 Birdy 是不是？对耶，你给别人的都一样，那我就不要了。停，那是三宝的故事。再后来我们那个酒吧之后呢，要去另外一间酒吧，我们也去，就一群朋友。他还跟你一起去，因为我们是一群的朋友，我们都认识这样，所以就 OK。他也在，我们同群的，有一群同一群认识他的。对啊，只是他没有告诉你，他也要跟这一群一起去酒吧。我是知道他要去我才去，所以我就是爱到这种程度。那你要讲啊，你去了另外一间酒吧之后呢，可能2、3年要结束，然后大家不是要散了嘛？我就问说，那你要去哪里？他说哦，我等下去一个 Avatar 那边，可能你不能来，不适合你的场所。我就心想说什么意思？当下就没事，就只好回家。哦，对啊，那因为他要去 After 啊，你不适合去啊。而且他很奇怪的是，每次上来台北的时候呢，就是玩了好几天也都不会跟我说，然后我也都瞧不到他，他都会大消失，可能2、3天，直到他回去的可能前一天或是当天，才会突然叫我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来找我这样？我就觉得好像永远都是备胎的感觉。就心情不是很好，就一直努力就想要为他付出，可是他都觉得我好像给大家都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是对你而言的渣啦。我觉得渣的定义是他给了你什么承诺，但他却从来没有兑现过，或者他每次跟你讲要干嘛的时候，他却都去做另外一件事情。他就是这样啊。他说他要来台北，他也没说要找你啊。他也说要来找我，不然他干嘛还特地在视讯的时候说应该他就是告诉你说，哎，我会去台北，哎，说不定我们会遇到哦。这样啊，你好烦。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说其实你就是渣男。我跟你们大家讲，所以我通常这种事情都不会跟多拉说，因为多拉就是会这样子，我就会不爽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、第2次失恋，我认识多拉3年多，然后我只要一失恋的时候，他就说有什么好哭的？哭。对啊，是不是生气？他都会把人家讲得很是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北蓝，就忘了他不要再哭了，有什么好哭？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很难过，我就是想要打给我最好的朋友，然后我打给多拉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很难过在哭，我那时候就说哦，我真的好难过。他说有什么好难过的，不要哭了。就很官腔，很生气啊，就是他只会讲这，对不对？他不会问你说你是不是有想到。而且刚才泼我冷水，他说那是你对你来说自己的渣。那时候就说我刚才就睡醒的时候，我晚上的时候又梦到他，然后我就说我很难过，他就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他就梦到而已，又不会怎样。他只会讲这些。然后杰西后来都会找我，还陪他去跑步之类的。对。刚刚我们影片都会看到我，刚刚脸已经绿掉，然后听多拉讲这些，我真是觉得很不爽。我刚刚整个脸垮掉哎。
我那时候大概哭了整整2个礼拜，然后就遇到了这一个新对象，整个条件都还不错。就后来发现，原来他其实是有男朋友的。他会跟你讲说，我跟你讲，观众朋友，只要听到这种话的话，真的不能相信。我跟我男朋友快分了，一直在吵架，然后什么很多问题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哦，好吧，反正我每天都过得这么难过，有一个人陪也不错，试看看，或者他陪我也还不错。他那时候说他已经分了，是剩下一次就是他们已经有一团的聚会，就是一定要去外岛某个地方出去玩之类，去小琉球或者。对，他也跟我确认说，反正就只是跟他出去，就是意思一下，他回来之后就没事了这样。回来的时候有一点消失，可是我想说他可能在忙什么，我就打给他，我就说，你在外面哦？他说，哦，对啊。我就说，你怎么在外面？他说，哦，跟我男朋友啊。我那时候就说男朋友，我就先把电话挂掉，我就私讯他说你是在耍我吗？什么？他就已读，整个晚上都已读之后，我就没有理他了。后来我就想说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，就是反正过了1个月，结果过了1个礼拜之后，他又密我说我还是希望你过得好一点，还是会想念我。就是你知道渣男的那种说话方式又出来漏点了，不行，那这边剪掉。然后他就跟我，就是那时候他要密我的，他开始讲一些就是跟我出去看一次电影的感动，整个超过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1年多的感觉，从来没有可以半夜跟他聊那种4、5个小时的。反正我们后来妥协就是好，那我就是再陪你相处看看。他就跟我讲说，我那时候是因为我男朋友真的太善良了，他人真的很好，她男朋友也是一直追着她，可能她要出去的时候，她男朋友问她去哪里，她也要去什么之类的，他就说他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他想要再给她一次机会，但是他也是希望说我可以继续陪她，你有男朋友状况下，那我就继续陪你。因为我那时候心态就是想说，反正每天都要哭，我不如跟一个会让我没有那么难过的人。因为她男朋友每个周末搭车来找她，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，她基本上都不太上班，然后我只要休假的时候，我都会去找她，然后但是她晚上可能就会找一些借口，或者是说她可能就是说，你晚上可能要回家什么之类的。因为她没有要来啊，那不是借口、啊，这就是备胎、啊。没有，她男朋友会来。对啊，所以这不是借口啊。她有时候甚至会说谎，她可能不好意思拒绝。那为什么她不直接说她男朋友要来就好？她怕她难过啊。有可能是她男朋友突然要来。好啦，那就是渣啦。可是我想要讲一个整个很完整的故事，好，那算了。不是啊，你就告诉我，你觉得他渣的点在哪？但是我们做一集专访，杰西渣男情史是吗？好，等一下，然后你觉得他渣在哪？应该说是他希望他2个都要，他2个那就是鱼与熊掌，他都要兼得。这个就是渣男，好棒一句。如果你走的话，他又会把你拉回来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愿意在他手上的话，他控制你，他就会一直这样控制你。如果今天他发现说你其实已经没有想要在他手上的时候，他就会让你去。我们那时候去游轮的时候，被某一个人看到，给我码掉。我这边分享中间一个穿插的小故事，是我自己又有。如果要说小三的话，这个是真的一个小三的行为。我家里可能发生一些事情，当下不想在家里睡觉，然后我那时候半夜的时候就跑出去。那时候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不然你去我家睡。是刚刚那个人吗？对，刚刚那个人，因为他室友都不在，然后她男朋友也因为他不在，要去中南部了，不会到他家吗？然后结果他就说，那你就睡我家。他就跟我讲说钥匙放哪里什么的。那时候就待在他家1整天，我那时候觉得很，你有跟我说，感觉很。你还带什么乌克丽丽什么的？我那时候感觉很怪，就是我睡在他家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，而且我这整整4天都待在他家。他早上突然打给我说：“你醒了吗？”我就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就说：“你晚上下午5点之前一定要离开，然后要收拾好东西。男朋友因为要喝酒，所以要来睡他家。那记得一定要跟我视讯完，我要确认好东西之后你再离开。”我真的收好之后打给他，真的视讯好 run 过一遍的，浴室跟洗手台都插好了，没有水机。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可怕的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不要看的那件事情，就是游轮上，就是可能那个人是她男朋友的前男友。所以这件故事你没有不要康，直到后面你视讯之后才不要康。对啊。那刚刚那些故事完全不用说，我只想跟你们讲而已。好了，你要跟我们讲的，好了，刚刚真的完全不用剪进去。所以杰西的渣是每个都想要，然后我的这个渣男是会扭曲我，然后催眠自己说，哦，原来谢没有喜欢我，其实我是很喜欢他。他每次事情发生过，我也反省过，我跟他说我到底怎么样，他也都知道，下一次在吵架的时候就忘记了。所以我觉得他让我很不爽。什么星座啊？跟大家报一下。上升双子，上升双子，你干嘛？跟某一个人一样啊？那谁啊？谁啊？就跟观众讲啊。你给我
我们可以结尾了，我觉得好累。你的还好，你好累。没有，因为我很会把故事浓缩到超细。我应该不会讲太多应该废话说我在讲一个故事。你的故事要再浓缩一点。像多拉每次讲故事也是讲太多，我们后面都会剪。没有吧？我后来会精简呢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2个遇到的渣男故事。如果想要听完整版的专访杰西渣男故事，没有这一集，没有在下面留言。他说可以拍15分钟，而且是剪辑没有过的这一。下一集就是林杰西专访，而且我们一刀未剪。其实我自己一刀未剪，直接要讲，可以耶。那能讲多久？好了，喜欢影片就帮喜欢，帮是给你们看，好累哦。还是下一集我跟杰西吵架的。好，可以耶。